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哈佛大学和巴黎大学医学院根来秀行教授所著的《每天都能年轻化的人的习惯》这本书。我们的身体比想象中更加诚实。当我们放弃有益健康的生活习惯时，这些变化会直接体现在外貌和身体状况上。相反，如果我们审视并改善不良的生活习惯，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身体也会积极回应。这并非依靠最尖端的医疗技术或不老药，而是通过掌握正确的知识和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良好习惯积累，实现抗衰老的目标。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衰老明显的人与不明显的人的区别；第二，支撑抗衰老身体的功能和器官；第三，解说与年轻化相关的积极的心态。首先是第一部分，衰老明显的人与不明显的人的区别。那么您什么时候会感觉自己变老了呢？30多岁前半的人或许还没感受到太大的变化，但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过程。比如，我们会突然发现头发变白了，某些部位出现了皱纹，或者突然看手机和书本的文字变得模糊不清。这些都是常见的老化现象。在作者的临床经验中，最常见的衰老加速信号是睡眠质量的下降。如果早晨醒来时感到疲惫不堪，这也许是身体开始老化的预兆之一。原因之一在于，进入30多岁中期到40岁时，体内负责维护身体机能的多种激素会急剧减少，睡眠质量下降会导致老化加速，扰乱生物钟和自主神经系统，损伤毛细血管，进而阻碍激素和营养的运输，导致身体各处功能失调。与衰老做斗争的关键在于，及时察觉身体的变化并调整生活习惯。老化的迹象一旦被忽视，10年后或20年后，您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差异。老化不仅是外貌的改变，还涉及皮肤、血管、肌肉和内脏等各种身体功能的退化。其中，毛细血管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被称为健康和美容的关键。血管健康的人，即便超过100岁也能保持年轻和活力，而血管年龄较高的人则往往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毛细血管老化会影响氧气和营养的运输，并阻碍代谢废物的排出，尤其是皮肤。由于处于身体的外层，毛细血管的状态会直接反映在外貌上。当毛细血管退化，血液循环不畅时，皮肤细胞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导致代谢减缓，皮肤上堆积角质层，真皮层和支撑它的肌肉因缺乏营养而变得松弛，由此出现了斑点、皱纹、松弛和肤色暗沉等问题。同样，头发的健康也与血流密切相关。当头皮的毛细血管功能下降时，毛囊细胞无法获取所需营养，导致头发逐渐老化。这往往与面部衰老相互关联。令人惊讶的是，面部老化的原因竟与毛细血管的裂化有密切关系。难怪有些人即便使用了含有美容成分的化妆品和保健品，效果也不尽人意。为了有效抗衰老，我们需要从生活的细节着手，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并且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这些小小的努力会在未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回报。毛细血管健康与抗衰老生活习惯的重要性。为了防止毛细血管衰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那些加速老化的生活习惯。除了毛细血管的老化，另一个显而易见的老化现象就是肌肉的减少。当肌肉量减少时，基础代谢率和运动能力都会下降，骨折的风险也随之上升。这也是老化导致身体变得脆弱的原因之一。如果你意识到自己长期运动不足，那么这也是未来需要改变的重要习惯之一。2种类型的老化：生理性与病理性。老化分为2种类型：一、生理性老化，由于年龄增长自然发生的老化过程；二、病理性老化，由于生活习惯紊乱或压力引起的异常老化。虽然生理性老化是自然现象，但自由基的产生会加速这一过程。自由基是在细胞利用氧气时产生的，
当其过度积累时，会导致细胞生锈及氧化损伤。这种现象可以通过切开的苹果变色来形象化。苹果暴露在空气中会因氧化而变皱变色。同样，自由基的累积也会增加癌症的风险，并破坏毛细血管。此外，荷尔蒙的不足或枯竭会进一步加速老化。生活习惯的紊乱会影响荷尔蒙分泌，使身体功能无法正常运作。由此可见，调整生活习惯与减轻压力是防止病理性老化的关键。抗衰老的3大基本习惯：睡眠、饮食、运动。我们每个人都应努力养成良好的睡眠、饮食和运动习惯，以减缓老化。虽然这3点听起来很普通，但忙碌的现代人往往忽略这些基础。为了避免老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优先考虑这些基本生活习惯。接下来是第2部分，支撑抗衰老身体的功能和器官。身体抗老化的4大核心系统：一、体内生物钟调节身体的基本节律；二、自律神经系统控制身体的自动功能；三、荷尔蒙系统通过调节荷尔蒙维持身体平衡；四、毛细血管负责向身体各部位输送氧气和营养。这4大系统相互协作，像团队一样运作。然而，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系统出现紊乱，整体功能就会失衡，导致身体不适和老化加速。例如，生物钟和自律神经密切协同工作。早晨起床时，自律神经中的交感神经开始活跃，身体进入工作状态。如果这些系统不能正常运作，身体的节奏和健康状况都会受到影响。到了晚上，身体会进入放松的准备状态，另一个自律神经副交感神经开始占主导，身体切换到维护模式。此时，自律神经根据体内生物钟的指令来控制身体。自律神经和毛细血管也紧密协作。在白天的活动模式下，毛细血管收缩，血液集中于心脏等身体核心部位；而在夜晚的维护模式中，毛细血管扩张，将携带激素的血液输送到全身，完成各部位的修复工作。毛细血管正是在自律神经的指挥下伸缩运作的。激素在自律神经的协助下调节身体功能，确保其正常运行。这些激素参与免疫、能量代谢、身体发育、生殖功能等生命活动，并在抗衰老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这4大系统是如何协同工作的。如果其中任意一环出现问题，重要的身体功能就会崩溃，让人不禁感到有些可怕。可以想象，一旦我们的身体开始退化，失去活力会变得多么容易。我们的身体里有100多种激素，它们昼夜不停地为我们的身心健康服务。这些激素各司其职，其中有助于抗衰老的返老还童激素，提升幸福感的快乐激素，改善肌肤的美肌激素，以及提升干劲的动力激素等。以下将为大家介绍几种代表性激素：一、返老还童激素、生长激素与褪黑素。生长激素，生长激素主要在入睡后的深度睡眠中、运动后以及空腹状态下分泌。它负责修复受损细胞，促进组织的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提升脑功能，并降低胆固醇水平。这是一种重要的身体维护激素。然而，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在20岁左右达到高峰，到40岁时减半，60岁时则减少到1/4。但别灰心，通过适当的运动、控制饮食和缓解压力，我们仍然可以补充生长激素的不足。褪黑素，褪黑素促进优质睡眠，在抗衰老中发挥重要作用。它能提升免疫力，清除自由基抗氧化作用，并有助于降低胆固醇。自由基会导致细胞氧化、衰老和疾病，而褪黑素的存在可以有效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然而，褪黑素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因此，保持体内生物钟的规律和良好的生活习惯至关重要。二、幸福激素、血清素与催产素。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血清素和催产素。血清素，血清素有助于缓解压力，提升幸福感。它不仅在大脑内分泌，
还会从肠道释放出来，尤其是大脑中的血清素，能促进神经传递，提高大脑活力，被认为是抑郁症治疗的关键。值得一提的是，血清素与睡眠激素褪黑素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血清素在早晨接受阳光照射后开始分泌，在白天维持身体的活力，而到了晚上，它会转化为褪黑素，引导身体进入睡眠。因此，优质睡眠依赖于白天足够的血清素分泌，而血清素的分泌又离不开褪黑素所带来的良好睡眠。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催产素。催产素被称为爱荷尔蒙、沟通荷尔蒙、疗愈荷尔蒙以及思念荷尔蒙。正如它的名字所示，催产素有助于让我们的情绪变得温柔、平静和积极，与可爱的婴儿互动感到放松，与可信赖的朋友在咖啡馆聚会，心情愉悦，与恋人牵手约会，欣赏喜欢的艺术家的演出，感到振奋，向困扰他的人伸出援手，心中充满温暖等。这些人与生物之间的接触和互动会促进催产素的分泌。催产素的作用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感，治愈心灵，带来平静，这样压力也会消失。因此，与人和生物的接触对于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是非常重要的。三、美容荷尔蒙雌激素。雌激素是2种女性荷尔蒙之一，被称为美容荷尔蒙。它能够保持肌肤的光泽和水分，增加支撑肌肤紧致的胶原蛋白，并促成光泽的头发。雌激素对女性特别重要，简直是美容的必备荷尔蒙。我们希望雌激素能够大量分泌，但在大约45岁时，它的分泌量会自然急剧减少，分泌节奏也开始紊乱。女性荷尔蒙的降低是更年期障碍的根源。由于女性荷尔蒙的减少，我们可以通过促进生长荷尔蒙、血清素和催产素等其他功能的正常运作来进行补偿。4、提升动力的荷尔蒙多巴胺。如果你最近感到没有动力，这可能是因为多巴胺不足。多巴胺在我们感到快乐和愉悦时会在大脑中分泌，使我们充满干劲。它会让我们的心情和身体都更加活跃，给予我们对事物的沉迷感。因此，多巴胺也被称为脑内毒品。如果不采取行动，多巴胺的分泌会减少，从而导致动力下降，甚至会放弃原本喜欢的事物。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幸福荷尔蒙需要保持体内生物钟的节奏，保持规律的生活。为了促进动力，提升荷尔蒙的分泌，我们要与人和生物接触，确保充足的睡眠，并在早晨阳光下醒来。同时，美容荷尔蒙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尤其是在更年期，可能会出现各种不适。通过让其他功能正常运作，我们可以度过更年期。此外，提升动力的荷尔蒙通过做某事能够获得快乐和愉悦的良好体验这一强大的学习效应，也能增加荷尔蒙的分泌。最后，我想介绍2种可能导致衰老的荷尔蒙，这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它们是胰岛素和皮质醇。很多人应该听说过这2个名字。胰岛素的主要作用是降低血糖水平，并将糖作为能量源输送到身体的细胞中。然而，胰岛素也被称为肥胖荷尔蒙。当分泌量增加时，体内未被用作能量源的多余糖会转化为脂肪，从而促进体脂肪的增加。此外，皮质醇也在唤醒身体、抑制炎症和过敏，以及燃烧脂肪以产生能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它也被称为压力荷尔蒙。当因缺乏睡眠或强烈压力而过量分泌时，会导致血糖升高、免疫力下降和血压上升。此外，皮质醇还会耗损女性荷尔蒙和男性荷尔蒙的前体 DHEA 这种类固醇荷尔蒙，而这种荷尔蒙对年轻化也有很大影响。当皮质醇大量增加时，这些负面影响会加速衰老。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支持身体抗老化的4大核心系统，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1、有助于年轻化的睡眠习惯；2、有助于年轻化的饮食；3、有助于年轻化的运动；4、有助于年轻化的心理状态。接下来，我将从中挑选出一些，
向大家介绍。希望大家在听的过程中能找出适合自己的内容。我们要讨论有助于年轻化的睡眠习惯，通过放松时间促进全身微血管的血流，进行身体的维护。对于那些日间从事办公桌工作或站立工作，导致肌肉和关节僵硬，或者下肢浮肿的人，微血管的血流往往会变差，而这一时间对于维护全身细胞非常重要。为了提高这一效率，睡前可以轻柔地放松僵硬的肌肉和关节，让身体放松，形成全身微血管血流顺畅的状态。本书介绍了2种简单的瑜伽姿势，可以在床上轻松进行，并直接入睡。这些姿势可以在关灯或在间接照明的环境中进行，因此即使是懒惰的人也容易坚持下去。现在我将介绍2种睡前放松身体的姿势。1. 抬腿姿势仰卧，双腿靠在墙上，伸直膝盖，让骨盆朝向墙壁，尽量保持身体放松，可以开腿。2. 无重姿势仰卧，四肢放松，背部挺直，深呼吸，努力放松全身的肌肉，双手自然伸展，放松自如。接下来我想解说有助于年轻化的饮食，那就是摄取可以消灭自由基的食材。我们之前谈到，自由基是导致全身各组织细胞氧化、加速衰老的原因之一。预防自由基的产生当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消灭体内已产生的自由基。因此，建议平时多摄取含有抗氧化成分的食品。抗氧化成分主要来源于自然食材，如蔬菜和水果中的植物化学物质。植物化学物质是植物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紫外线和害虫侵害而产生的化学物质，主要包括色素、香气、辛辣、苦味和涩味等成分。例如，番茄中的番茄红素、胡萝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绿茶中的儿茶素、大豆中的异黄酮，以及使三文鱼呈粉色的虾青素等。植物化学物质与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共同摄入时，可以发挥其本来功效。因此，最好是以自然形态摄入各种蔬菜和水果，单独依赖从植物化学物质提取的补充剂，效率远不及直接从水果和蔬菜中获取。此外，抗氧化食材最好是多种类组合，效果会更好。因为植物化学物质分为细胞内和细胞外2种成分，如果2者都摄取到，就能更全面地促进组织的抗氧化能力。在摄入各种植物化学物质的食材时，可以作为参考。第一个自由基消灭者是对细胞周围有效的水溶性抗氧化成分，营养成分是维生素 C。推荐食材有红椒、羽衣甘蓝、花椰菜、甜椒、柑橘类水果如奇异果和柿子等。第二个自由基消灭者是对细胞内部有效的脂溶性抗氧化成分，营养成分包括维生素 E、贝塔胡萝卜素、辣椒素和虾青素等。推荐食材有南瓜、胡萝卜、绿叶菜、牛油果、红椒、红辣椒、番茄、西瓜、螃蟹、咖喱粉、姜黄、沙丁鱼和牛肉等。第三个自由基消灭者是对细胞内外都有效的多酚类物质，营养成分包括花青素、儿茶素、异黄酮、叶黄素等。推荐食材有蓝莓、草莓、葡萄、红酒、石榴、芝麻、咖啡、茄子和绿茶等。豆类及其制品、菠菜等，请根据自己能接受的食材进行选择。不过，西红柿汁中的番茄红素含量会因制成果汁而增加，所以我建议可以尝试将其纳入饮食。同时，能够增加自由基的恶魔食物包括放置时间过长的油炸食品，还有多种食品添加剂的食物和加工食品等。这些食物容易在体内产生自由基，可能也包括你喜欢的食物。吃完这些食物后，建议多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海藻和蘑菇，补充足够的水分，以排出自由基。接下来第3部分，我将解说与年轻化相关的积极的心态。自由基的产生原因之一是压力。如果能在生活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压力，不积累负面情绪，但是现实中充满了压力，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是否将某些事情视为压力，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即使是可能带来压力的事情，如果能积极面对并加以应对，体内分泌的荷尔蒙也会随之改变。大家还记得关于荷尔蒙的内容吗？比如说，与其每天都抱怨工作，不如找到自己的目标和乐趣去投入，这样就能分泌出幸福荷尔蒙催产素。适度的压力也能促进生长荷尔蒙的分泌。相反，如果总是处于压力之中，老化荷尔蒙皮质醇就会被分泌出来，导致不仅心理上，身体上也变得衰老。即使处于不幸的境地，也应将其视为自我成长的机会，积极转化为让我们享受这个过程的想法，培养能够适度释放压力的能力，这也是保持身心年轻和活力的秘诀之一。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